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今天我们终于来正式做影片了。由于最近在打着960的 KVK， 然后他们偷袭时间越来越阴间了。不是半夜2点、半夜3点，就是半夜4点、5点啊！我要死掉。今天终于来做答应各位要做的玩家社群反馈。那我这里选择的问题呢，都是超过50票以上，反正是比官方那边选择还要更多啦。首先第一个反馈，我相信各位都会同意的，就是把研究加速转换成治疗加速，就像我们现在可以把建筑加速换成训练加速一样。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是有问过官方，他们讲研究加速，因为我们现在有水晶科技了，有可能玩家需要用到研究加速，所以我们不打算把研究加速转换成其他的加速了。就是说官方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把研究加速转换成别的东西。那么我们换一个想法，把建筑加速转换成其他加速可不可以呢？反正建筑加速我们也没有用到了嘛，给我们自由去选择其他种类的加速不是更好吗？第二个反馈就是已经拥有的统帅请不要再掩饰他们的动画了，就是你去开一些白银宝箱、黄金宝箱，你已经有过的统帅动画已经出现过好几遍了，但是你抽到的时候依然还是会出现动画。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可有可无啦，不一定要移除掉。我也相信各位玩家开这种宝箱呢，都是一下子开好几千个的，也不是一个一个开啦。除非就是这么刚好，你每一天开，就每一天都可以开到这些统帅啊，这样就没有办法，你就每天都要看动画。不过看到这个支持率还蛮高，73票，应该是很多玩家都受不了这个东西了。接下来这个反馈是希望官方增加更多的途径去获得展位结晶、文物结晶，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征服赛季之前的王国玩了。不过根据这个玩家的说法，好像是要进入征服赛季之后才可以获得这些东西。假设是根据这个玩家的说法，我觉得官方也不太合理啊。OK， 假设你要玩家使用旧的统帅，但是获得的方法又这么少，就算他们真的进入征服赛季之后，也不能完全去博物馆开到这些统帅呀。我不清楚他们现在可以获得多少的展位跟文物结晶，我担心的是他们拿到了很多征服赛季的统帅之后都来不及去开博物馆，并且我觉得官方应该要考虑一下博物馆的实用性了，因为官方它已经调整成 K3 都可以用征服赛季统帅了嘛。那么严格来讲 K3 的时候就应该可以获得博物馆的道具了，展位跟文物结晶，而不是等到征服赛季之后才可以获得，否则我觉得博物馆开出来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接下来这个玩家写的东西就有一点激进了，就讲官方根本没有考虑我们的感受，根本没有去看我们的反馈，还有说官方如果不再重视这些问题，这个游戏即将倒闭 blah blah blah。 我就长话短说，它里面给的反馈，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塞可以获得的体力药水，由于现在有上限的关系，所以导致到有很多玩家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体力药水，说新的玩家根本没有获得更多的体力药水。其实严格来讲，老玩家的体力药水也是一直不断的下降，因为如果你要获得更多的体力药水，就是你要去打城寨，每一天打城寨。但是说实话，我相信没有一个玩家是真的每一天可以打野蛮人城寨而不去打野蛮人，尤其你在征服赛季里面的时候，50天的时间你不可能每一天打城寨的，你要完成800个野蛮人击杀的任务，要完成驻地任务。那各位应该也知道，在9等级之后的驻地任务全部都是打野蛮人，都没有打野蛮人城寨。你的体力药水都已经花在这里了，联盟礼物又不能获得更多的体力药水，已经花光体力没有办法打野蛮人城寨，请问要怎样获得更多的体力药水呢？我是可以理解官方限制我们在联盟礼物里面限制体力药水获得的数量，但我觉得在我们自己个人打野蛮人城寨获得的体力药水概率应该要提高。像我所说的嘛，不是每个玩家都可以打野蛮人城寨，那官方如果把那个概率提高一点，或者获得的体力药水数量提升一点，我相信可以拉到一个平衡，也不会像限制之前的问题那么大，相信玩家的抱怨声应该也会减少。接下来就是投诉奥林匹亚之巅的问题，但是我很久没有打奥林匹亚之巅了就算官方现在改版了，我也是没有玩。那他这里抱怨的就是匹配很烂，还有就是那个奥林匹亚商店要拿回来。他说与其花这么多时间开发这种没有意义的东西，为什么不要去开发更多更好的东西？之前我跟一个国服主播连线的时候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啊，他讲哎呀那个奥林匹亚之巅啊，可能是某个股东他很喜欢玩王者荣耀，他就讲能不能把王者荣耀的元素融入在万国觉醒里面可能啊，他们都已经开发了，都已经上架了，也不可能拿下来嘛，拿下来的话就可能让那个股东觉得很难看之类的。其实我的想法是，假设说我真的要玩王者荣耀模式的话，我直接去玩王者荣耀就好，为什么玩万国觉醒可以理解官方是想要融入更多元素在这个游戏里面，但是官方优先要做的事情不是应该要把伺服器优化更好吗？至今依然还有不少玩家在抱怨伺服器卡顿的问题、闪退的问题、大型 KVK 还有延迟问题，官方去维护这些东西了吗？
你与其开发这些没有用的东西，还不如去做有用的东西。接下来是步兵玩家的怒吼啦，就说步兵太烂啦，哎呀，为什么工兵跟骑兵这么强？他说骑兵已经太过超模，太夸张了，步兵应该要反击骑兵才对。他说工兵克制步兵，骑兵克制工兵，但某种原因步兵不能克制骑兵。我觉得现在步兵克制骑兵还是有的，只是现在你看一下新的步兵统帅有多少人用。我们打个比喻就好了，萨尔贡，我问一下各位，有多少玩家去练萨尔贡的？我不是说萨尔贡不好，而是比起同代的其他兵种统帅呢，萨尔贡算是没有这么优秀。比方说真的就可以放2个大招，还有 buff， 诸葛亮原型 AOE 可以打到5个目标，还有额外3个目标，就很明显这几点就已经超越萨尔贡了。萨尔贡的那个主动技能还要等5秒。不过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官方他们没有设计到更好的统帅技能，所以根本的原因就是要把步兵设计好，否则的话步兵就永远没有人要练了。不过他这个反馈只有56票，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少，我原本以为这个至少要70票以上。看来是已经有不少玩家放弃步兵了，算了吧，步兵永远不会崛起了。希望国王可以去审核跨赛季移民。那么这点呢，其实我个人是想要实行的，但是又想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如果可以让国王去审批的话，会不会又产生买卖问题啊？比方说你要移民进来啊，那你要给我钱呢，你要给我钱才有入门票之类的，并且让国王去审批，国王的权力就会变得很大。像前阵子不是征服赛季也是限制500个移民了吗？我们也是有跟官方讲过，让国王去审核。最终官方的妥协只是让一些战力比较低的玩家不会计算在里面而已，也都不肯让国王去审批，就知道什么事情了。所以这位玩家的反馈被驳回也算是可以理解。增加更多的争议头衔和简易头衔，这个就没有什么好说明，我们跳下一个。在 K2、K3 的奥西里斯联赛限制征服赛季统帅，这样非常不平衡。其实官方在不同的赛区有限制不同的统帅也算是有做到了。这个反馈也是我想要讲的，就是如果我们的城市资源满了之后，请自动去我们的仓库。我也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上线去点呢？那不能自动收的吗？有时候打 KVK 就是根本没有时间去管我的小号，就变成我的小号那边荒废至少1个星期左右，没有点到我的资源就浪费掉了。或许官方有这些考量，可能是担心一些资源商他们开几百个小号，连采集都不需要，只是要开上百个小号自动收集就可以了。如果官方是顾虑到这一点的话，那确实不能自动收集。这个反馈也是我想要的，就是把移民令放在 VIP 商店里面，让我们有更多的途径去获得移民令。真的我不想要去买移民令礼包啊，这个礼包有点废其实，并且也不是每个玩家都肯氪金去买礼包了。那有一些联盟盟主他们又有限制，讲不可以放移民令之类的。如果一些小玩家要获得移民令，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开联盟，自己去建要塞，拥有联盟积分跟个人积分之后才可以去购买移民令。但是我相信有做过这样子事情的玩家应该也知道这个东西是真的很累，假设说是你自己要而已，那如果你有其他的朋友也是想要移民令跟你一起搞的话，至少还不会这么累。我觉得官方可以考虑一下这一点啊。今天收集的最后一个反馈就是埃塞尔的雕像，那玩家的反馈是埃塞尔已经升满的情况下，请让我们选择其他的统帅。虽然说埃塞尔也可以去联盟商店里面换个人积分但我觉得比起这样子，如果可以换成其他统帅的话可能会更好。像这个玩家的反馈是可以选择一些黄金钥匙里面的统帅，假设只是拿旧的统帅，其实也不会影响到新的玩家平衡啊，你一开这些箱子全部都是新统帅之类的。而且埃塞尔在里面的时间确实是很长很长的，我相信大部分玩家都已经把埃塞尔给觉醒了。那么以上就是我整理出来投票率比较高的内容，也可以看到其实大部分玩家给出的意见都是有建设性，官方就是不要选，不知道为什么。当然各位有什么看法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